何初三颤抖着拿出一个简单大方的白金戒指，因为紧张结结巴巴地问夏六一先生，你愿意娶我吗？何初三求婚了。4. 何静英进阶何财神。5月的最后一天，何阿爸心脏病突发，被送往医院。何初三赶往医院的途中，接到了崔东东的电话。电话那头是杂乱的争吵声，夏六一被联署的人带走了。崔东东让何初三尽快赶到公司帮忙做账，稍晚一些公司可能会被查封。何初三死地握住大哥大，深呼吸好久才说：“对不起，东东姐，我不能帮你做账。”挂掉电话后，何初三满脸痛苦地捂住脸。他对不起吴妈和阿爸，他没有关注叛逆期的妹妹，没照顾好阿爸。他对不起崔东东，辜负他的信任与托付。他对不起夏六一，他选择在这个时候袖手旁观。他要的是2个人的清白未来，他不能意气用事，轻易留下把柄。他对不起他的良心，他爱上了一个恶贯满盈的黑社会。这次账目问题，夏六一被判入狱3个月。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何初三无法形容自己的复杂心情，心痛的同时也在思索：3个月，六一哥所背负的过往，真的只用3个月就能赎清吗？因为拒绝做假账救夏六一，崔东东对何初三心有芥蒂。他知道何初三对夏六一没有坏心，但是他还是不信任何初三。何初三是自己人，但不是同类；何初三是朋友，但却不是兄弟。何初三却并不在意崔东东的偏见，盯着他的眼睛说：“你们可以义无反顾，为了兄弟上刀山下火海，不惜陪着他下地狱。我做不到，因为我要做的是将他从地狱里拉出来。”何初三建议崔东东开一家新公司，他去做公司的顾问。崔东东知道何初三拐弯抹角的想出手帮香气堂转型。何初三现在是出了名的赚钱能手，有钱不挣大傻瓜，但崔东东却提了一个条件：帮会规矩，不入会不得担任要职。也就是说，何初三如果要在新公司里当顾问，就必须要拜堂入会，来当个古惑仔。何初三只是简单的思考了一下，就抬头说：“好。”一直谨记亲妈遗言和阿爸教导，一辈子不入黑社会的何初三，终于以身入局。新公司成立后，何顾问手下没有一兵一卒，没有替帮会打砸抢烧流过一滴血泪，却迅速地笼络了大半人心，成为了万众仰慕的一颗星星，甚至连江湖上其他帮派都有所耳闻。弟兄们给他起了一个江湖混号，就叫捞财童子。何初三这边干得风生水起，监狱里夏六一却出了事。夏大佬在监狱里也能打架，又一次打架重伤后，夏六一申请了保外就医。何初三知道后，立马伪装成医生混进了医院，看着裹成木乃伊一样的夏六一发呆。看到何初三一句话不说，夏六一火了，刚开口骂了2句，就被何初三捂住了嘴，贴在他耳边说：“六一哥，我真想把你关起来，我真想把你铐在床上，哪儿都不让你去。你要是跟人打架，我就先废了你的腿；你要是让别人伤了你的眼睛，我就先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。你要想跑，就你。”夏六一都听傻了，咂咂嘴说：“别欺负我看不见，你压根不是何阿三吧？”哦，这个时候六一哥的眼睛是暂时受了伤哦，话还没说完，嘴巴又被堵上了，这次还上了舌头。夏大佬被结结实实的亲了3分钟，松开嘴时已经气喘吁吁了，这才确定眼前的人是何初三。何初三捧着夏六一的脸，颤抖着说：“六一哥，你就不能平平安安的？我就只想要你平平安安，这么小的愿望，为什么总是这么难实现？六一哥，你答应过我要洗白的，你洗白的后路我都会给你铺好。你手下那些弟兄，只要肯金盆洗手，都能有一份安稳工作，养家糊口。你到时候没有后顾之忧，说洗白就一定要洗白。”夏六一不自然地嗯了一声。等何初三走后，隔壁病床的帘子唰的一下拉开了，原来是曾经的死对头沙大佬也被送进了医院，还被安排在夏大佬隔壁病床。夏大佬开口就问：“夏六一，想不到你真的喜欢男人，这是你的相好的小兔子，挺有个性啊！”突然出现的人声吓得夏大佬差点掉下床。沙大佬的养病日子也很痛苦，何初三每天都穿着白大褂溜进来和夏大佬私会5分钟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夏大佬都要捂着被子堵上耳朵，默念耶稣基督。天爷啊，夏双刀家的这只小兔子说起小情话来简直肉麻的旁人没脸听。但沙大佬也很疑惑，按何初三的外貌真的跟纯白的兔子一样，怎么会在探病第1天压着夏双刀说关起来之类的话？沙大佬还是没忍住问：“夏双刀，你是被压的那个？”一句话差点噎死正在喝椰汁的夏六一。何初三一边给他六一哥拍背安抚，
一边端庄贤惠地对沙大佬解释说：“沙大哥，你说笑了，当然是我伺候他，给我10个胆，我也不敢犯上啊。”夏六一涨得脸通红，气得往何初三屁股上狠狠拍了一巴掌。于是等崔东东等人来接他时，就看到何初三走路姿势扭曲，脸上还带着可疑的红印。众人顿时醒悟，纷纷扭过去窃笑。大佬真心急。崔东东也看不下去了，低声骂夏六一禽兽。夏六一立马变夏窦娥，都不知道自己禽兽在哪里。另一边何初三戏瘾还没断，坐下的时候龇牙咧嘴。崔东东又谴责了看到夏六一一眼，然后扔下他，关心何初三说：“小三子你先别坐，姐给你拿个毯子。”何初三立马羞涩腼腆地坐在小垫子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被蹂躏了一晚上。夏六一差点气歪了嘴。没想到旁边小马比他还愤愤不平，凑上来小声骂何初三说：“大佬，这小子也太不体贴人了，你伤这么重，他还勾引你，真是不懂事。”气得夏大佬一巴掌把人拍飞，都给老子滚！夏六一出院后才知道何初三拜堂入会的事，和崔东东大吵了一架。他不想让何初三趟这趟浑水。崔东东也振振有词说：“我信他没有坏心，但我不信他没有异心。他既然想改变萧启堂，就得首先上萧启堂这条贼船。我不允许一个想插手帮会事务的人将自己置身事外。”夏六一比崔东东更了解何初三，冷笑着说：“崔副堂主，你他妈才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。他根本就没有想过置身事外。我进牢子的时候，他不帮我，是因为他知道那时候站出来了也没有用。现在他答应拜堂入会，是因为正合他意。他一定是觉察了什么，知道我现在不是真的要洗白，想混进来探探究竟。你以为这小子真的在意那些明面上的清白？他要的是你我小马萧启堂的所有人全部都浪子回头，金盆洗手。你现在让他入帮，是把我们所有人都暴露在他眼皮子底下。这小子最擅长温水煮青蛙，在你毫无察觉的时候收买人心。我要是多关2个月出来，整个萧启堂就要姓何了。”夏六一猜的没错，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，何初三在帮派声望颇高。现在是帮派的事要管，夏六一的事也要管，比如说抽烟。夏六一的伤还没好透，但烟瘾难戒。何初三直接用另一种方式帮他抽烟，几个月的时间练就了炉火纯青的稳技口头服务夏六二，覆盖在夏六一上方，霸气地说：“你不会照顾自己，我来照顾你；你不会管自己，我来管你。以后你抽一支烟，我们就做一次，再开一辆中火车。”呜。何初三是实干派，他说要管夏六一，就卯着劲儿赚钱。现在正筹谋让夏六一的公司上市，把崔东东都吓着了，让黑社会上市。崔东东怀疑自己幻听了，夏六一也震惊地捧着自己的脸思索：我这到底是找了个什么玩意儿？偏偏自己有时候还很听这玩意的话。因为不能抽烟，夏六一开始改换成棒棒糖，坐在车后座，嘴里一边叼着一根棒棒糖，一边哼歌，还一边拿着另一根没拆包装的棒棒糖打节拍。小马抽着烟准备上车，夏六一立马指挥：烟扔掉，扔掉，出去散散味儿再上来。大爷的，要是烟味蹭到自己身上，回去跳海也洗不清了。小马苦了吧唧的在车外给自己扇风，想快点扇掉烟味。车上夏大佬一脸甜蜜的叼着棒棒糖，恋爱的酸臭味熏了小马一脸。夏大佬最近很缠人，一有机会两人就找小角落接吻。接吻的时候，夏六一表现得很饥饿难耐，欲求不满。何初三已经计划把剩下的半瓶小蓝瓶用完了，给2个人过一个盛大的儿童节。何初三的愿望还没来得及实现，何阿爸传来了喜讯，他和邻居吴妈终于修成了正果。何阿爸成婚的这一天，何初三比他爹还紧张。外面何阿爸的婚礼正在进行中，音乐传到旁边的一个杂物间。屋里还有一个用玫瑰花瓣堆得皱巴巴的心。何初三颤抖着拿出一个简单大方的白金戒指，因为紧张结结巴巴地问：夏六一先生，你愿意你愿意娶我吗？何初三求婚了，没有在5星级的大酒店里，而是在酒楼的一个杂物间里。但这里有5星级酒店比不了的东西，那就是何阿爸的婚礼。在阿爸婚礼上求婚意义更大。何初三紧张地等回复，不料夏六一从兜里掏出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钻戒，说：把你的也带上吧，大嫂。何大嫂激动得差点撅过去，她连夏六一拒绝自己的场景都唤醒过了。没想到夏六一却单膝跪地，拿出戒指向她求婚。再也忍不住，何初三猛地扑过去抱住夏六一，毫无章法的狂亲乱吻。剩下的半瓶小蓝瓶终于用完了。
求完婚，两个人就迫不及待地滚洞房了。春宵苦短，无穷无尽的快感汹涌般的袭来。事后，何初三再次提出抱夏六一去洗澡，这一次他煞有介事的扎了个马步，气沉丹田，一口气把夏六一横抱了起来。被抱着的夏六一立马想到之前那次失败的公主抱，紧张万分的搂住了何初三的脖子。没想到何初三居然十分有长劲儿，咬紧牙关，稳扎稳打，一路把他平安抱进浴室。确实啊，这2年来何初三真的是拼尽全力的成长，现在已经是一个成熟男人的样子了。一夜春宵之后，何初三早上真正的戴上夏六一送的戒指，戴在了无名指上。在他心里，求婚洞房之后，他和夏六一已经是夫妇关系了，这个戒指就是结婚戒指。何初三觉得自己太幸福了，幸福到觉得有点不对劲。他太了解夏六一了，夏六一的爱是逃避的、隐忍的、含蓄的。最近夏六一这么直白坦率的彰显爱意，竭尽所能的温柔对待自己，是在心虚什么？是在遮掩什么？还是在弥补什么？带着疑惑和拯救爱人的目标，何初三偷偷来到青楼小满深情住的别墅。他是来找关键账本的。之前卧底还去何初三住的地方找过账本，何初三只能在心底苦笑。他知道自己在夏六一心里很重要，但无论如何是比不上青龙的，他有自知之明。何初三其实和夏六一一样，强烈的希望青龙还活着。青龙若是活着，他就可以堂堂正正的赢走夏六一的心，而现在他永远争不过死者。这就是何阿三啊，人格魅力，强者思维。只有这样的何阿三才能把他六一哥从泥潭中拽出来吧。